听前先点赞的人，你会越来越有钱。如果真理和一个人的利益背道而驰，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接受真理。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激励机制是可以被改变的。生物通常偏好固定的活动模式，以便最大程度地节省精力，也不喜欢长久以来享受的好处被拿走。世俗智慧告诉我们，循规蹈矩的失败，比离经叛道的成功更能带来好名声。柏拉图说，享乐是罪恶的最大动因。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人世间大多数结果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道德规范有时候必须不公平，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过于追求公平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严重的功能障碍。有些制度应该故意制定的对个体不公平，因为这样的话，他们整体上对我们大家会更加公平。容忍对某些人有一点不公平，以便对所有人更为公平。这是我向你们推荐的模式。爱因斯坦说得更好，他把他那些成功的理论归功于好奇、专注、毅力和自省。他说的自省就是摧毁你们自己最热爱、最辛苦才得到的观念。如果你们确实能够善于摧毁你们自己的错误观念，那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样东西，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你自己配得起它。这个是十分简单的道理，是黄金法则。你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够赢得别人的信任是非常快乐的事情。获得智慧是一种道德责任，它不仅仅是为了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且有一个相关的道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你们必须坚持终身学习。光靠已有的知识，你们在生活中走不了多远。如果你们的正确让其他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觉得没面子，那么你们可能会引发别人极大的报复心理。我还没有找到避免受到这个严重问题伤害的完美方法。对于复杂适应系统以及人类大脑而言，如果采用逆向思考，问题往往会变得更容易解决。如果你们把问题反过来思考，你们通常就能够想得更加清楚。你们要非常小心地提防强烈的意识形态，它对你们宝贵的头脑是极大的危险。自怜总是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它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如果你们能够避开它，你们的优势就远远大于所有其他人，或者几乎所有其他人，因为自怜是一种标准的反应。你可以通过训练来摆脱它。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并非诉诸理性。人类自我服务的偏好是极其强大的，应该被用来获取正确的结果。你们应该多多诉诸利益，而不是理性，即使当你们动机很高尚的时候。你们当然也要在你们的思维习惯中消除自我服务的偏好。别以为对你们有利的就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也别根据这种自我中心的潜意识倾向来为你们愚蠢或邪恶的行为辩解。那是一种可怕的思考方式。你们要让自己摆脱这种心理，因为你们想成为自己而不是傻瓜，想做好人而不是坏蛋。你们也必须在你们自己的认知和行动中允许别人拥有自我服务的偏好，因为大多数人将无法非常成功地清除这种心理。
人性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能容忍别人在行动中表现出自我服务的偏好，那么你们又是傻瓜。15. 应该避免的事情是受到变态的激励机制的驱动。你们不要处在一个你们表现得越愚蠢或者越糟糕，它就提供越多回报的变态激励系统之中。变态的工作关系也是应该避免的。你们要特别避免在你们不崇敬或者不想像他一样的人手下干活，要不然那是很危险的。在你们正确的仰慕的人手下工作，你们在生活中取得的成就将会更加令人满意。16. 人们还需要养成核对检查清单的习惯。核对检查清单能够避免很多错误，不仅仅对飞行员来说是如此。17. 将不平等最大化通常能够收到奇效。我认为生活就像比赛，也充满了竞争。我们要让那些最有能力和最愿意成为学习机器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18.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出色，那么你们必须对它有强烈的兴趣。我可以强迫自己把许多事情做得相当好，但我无法将我没有强烈兴趣的事情做到非常出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们也跟我差不多。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要想办法去做那些你们有强烈兴趣的事情。19. 你们一定要非常勤奋才行。我非常喜欢勤奋的人。我这辈子遇到的合伙人都极其勤奋。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和他们合伙，部分原因在于我努力做到配得起他们，部分原因在于我很精明地选择了他们，还有部分原因是我运气好。20. 他认为生活中的每一次不幸，无论多么倒霉，都是一个锻炼的机会。他认为每一次不幸都是吸取教训的良机。人们不应该在自怜中沉沦，而是应该利用每次打击来提高自我。21. 控制你的情欲，以免他们报复你。别根据你的愿望来要求现实，应该根据现实来确定你的愿望。智者不为他缺少的东西悲哀，而为他所拥有的东西高兴。如果你想要进步，别在意别人觉得你很愚蠢。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不可能开始学习。你遇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出了什么反应。凡事尽力而为，别计较结果。人若控制不了自己，自由便无从谈起。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是自由的。困扰人们的并非事物，而是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要和那些比你优秀的人为伴，他们能促使你做到最好。富裕并非拥有许多财产，而是拥有很少需求。22. 这就是蚂蚁的大脑。它拥有的反应程序特别的简单，平时运转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蚂蚁只会生搬硬套地根据这个程序做出机械反应。23. 由于存在许多过度简化的思维程序，人类大脑的运转必定常常出现问题，就像蚂蚁的大脑那样。尽管它试图解决的问题通常比那些无需设计飞机的蚂蚁面对的问题困难得多。24. 人类的知觉系统清楚地证明了大脑确实会失灵。人是很容易受到愚弄的，无论是人类精心设计的骗局，还是偶然出现的环境因素，亦或人们刻苦练习而掌握的非常有效的控制术，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人们上当。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感知中的微量效应。如果刺激被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下，
人类便察觉不到它的存在。25. 人类的大脑即使在有所知觉的时候，也会错误地估量它感知到的东西，因为大脑只能感知到鲜明的对比，而无法像精密的科学仪器那样，以科学的单位来估算感知的变化。26. 人类的感知和认知系统中，那些总体上很有用的倾向往往会出错，如果不对此加以小心提防，就会很容易受到别人故意的操控。27. 激励机制能够导致人们在做坏事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正当的。28. 得到奖励的坏习惯特别容易形成习惯。29. 同样道理，人类也会为了钱而工作，而且会为了钱而更加卖命的工作，因为人类的金钱除了可以换到食物之外，还能换到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拥有或花掉金钱通常也会让人显得有身份。此外，富人往往会出于习惯，更加努力地为金钱而工作，尽管他们早就不需要更多的钱。总的来说，金钱是现代文明的主要驱动力，这是非人类动物的行为中没有先例的。金钱奖励也跟其他形式的奖励混合在一起，例如，有些人花钱买身份，有些人靠身份捞钱，而有些人同时做这两件事。30. 虽然在各种奖励中，金钱是最主要的，但它并不是唯一有效的奖励。人们会为了性、友谊、伴侣、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非金钱因素而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31. 及时奖励是最有效的。32. 人类喜欢和热爱被喜欢和被热爱，许多在情场上的胜负皆因他能否表现出额外的关怀和爱护。而一般来讲，人类终生都会渴望得到许多和他毫无关系的他人的联系和欣赏。33. 喜欢和热爱倾向造成了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后果，就是它是一种心理调节工具，促使人们忽略其热爱对象的缺点，对其百依百顺，偏爱那些能够让自己联想起热爱对象的人、物品和行动，为了爱而扭曲其他事实。34.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尽快做出决定，以此消除怀疑的倾向。毕竟，对于一直受到进攻者威胁的猎物来说，花很长时间去决定该怎么做，肯定是一件不妙的事情。人类的远祖也是动物，这种避免怀疑倾向与其远祖的历史是很相符的。人类通过尽快做出决定来消除怀疑的倾向十分明显，所以法官和陪审团必须采用抵制这种倾向的行为。他们不能立刻做出判决，而是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35. 避免不一致性倾向给文明社会带来了许多良好的影响。例如，大多数人在生活中不会表现出与他们的公共责任、新的或旧的公共认同等不一致的行为，而是会忠于职守，扮演好牧师、医生、公民、士兵、配偶、教师、职员等角色。避免不一致性倾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在获取新身份的过程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将会提高他们对这种新身份的忠诚度。毕竟，如果他们认为某样东西并不好，却又为之做出重大牺牲，那他们的行为将会显得和他们的思想很不一致。所以，文明社会发明了许多庄严肃穆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通常是公开举行的，能够让新成员更加忠心。36.
在一个人心智尚未完全成熟之前，不能给他的头脑套上一些锁链，这是很重要的。37. 如果某个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经常挨饿，那么这个物种的成员在看到食物时，就会产生占有那食物的强烈冲动。38. 巴菲特说，驱动这个世界的不是贪婪，而是妒忌。39. 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也许就是情感关系。情感关系中的双方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取悦对方，而非如何被取悦。在回馈倾向的作用之下，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40. 自视过高的人比比皆是，这种人会错误地高估自己。就好像瑞典有 90% 的司机认为，他们的驾驶技术在平均水平之上。这种错误也适用于人们的主要私人物品。人们通常会过度称赞自己的配偶，人们通常不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孩子，而且会给出过高的评价。甚至人们的细小私人物品也一般会得到过度的称赞。人们一旦拥有某件物品之后，对该物品的价值评估就会比他们尚未拥有该物品之前对其的价值评估要高。这种过度高估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现象，在心理学里面有个名称，禀赋效应。人们做出决定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决定很好，甚至比没做出这种决定之前所认为的还要好。41. 自视过高的倾向降低了这些赌徒在评估自己的相对能力时的准确性。42. 从个人层面来说，人们应该试图面对两个事实。一，如果一个人能够改正糟糕的表现却没有去改正，而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那他就是品德有问题，而且将会遭受更多的损失。二，在要求严格的地方，比如说田径队或者通用电器，如果一个人不做出应有的表现，还是不停地找借口，那么他迟早肯定会被开除。43. 失去造成的伤害比得到带来的快乐多得多。人们在失去或者有可能失去财产、爱情、友谊、势力范围、机会、身份或者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时，通常会做出不理性的激烈反应，哪怕只失去一点点时也是如此。44. 而就社会认同而言，人们不仅会受到别人行动的误导，而且也会受到别人的不行动的误导。当人们处在怀疑状态时，别人的不行动变成了一种社会证据，证明不行动是正确的。45. 因为人类的神经系统并不是精密的科学仪器，所以它必须依靠某些更为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眼睛，它只能看到在视觉上形成对比的东西。和视觉一样，其他感官也是依靠对比来捕捉信息的。更重要的是，不但感知如此，认知也是如此，结果就造成了人类的对比错误反应倾向。46. 为了让正常的价格显得很低，商家通常会瞎编一个比正常价格高很多的虚假价格，然后在广告中把它的标准价格显示为其伪造价格的折扣价。人们其实对这种操纵消费者的伎俩心知肚明，也往往忍不住会上当。47. 轻度的压力能够轻微地改善人们的表现，比如说在考试中，而沉重的压力会引发彻底失调。48. 大多数人知道急性应激性抑郁症会使人们的思维出现紊乱，因为它引起极端的悲观态度，而且这种悲观态度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导致人们身心俱疲，什么都不想做。
幸运的是，正如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这种抑郁症是人类较容易治愈的疾病之一。49. 人类的大脑是有限和不完美的，它很容易满足于容易得到的东西。大脑无法使用它记不住或者认识不到的东西，因为它会受到一种或几种心理倾向的影响。所以人类的大脑会高估容易得到的东西的重要性，因而展现出易得性错误衡量倾向。避免受易得性错误衡量倾向影响的主要对策通常是按程序办事，包括使用几乎总是很有帮助的检查清单。还有另外一种对策，那就是寻找并聘请一些知识渊博、富于怀疑精神、能言善辩的人，请他们扮演现有观点的反方角色。50. 别只是因为一样事实或者一种观念容易得到，就觉得它更为重要。51. 许多技能唯有天天练习，才能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52. 聪明人在学习重要技能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做到真正精通这种技能，他是不会停下来的。53. 年龄的增长自然会造成认知衰退，而每个人认知衰退的时间早晚和速度快慢不尽相同。基本上没有年纪非常大的人还善于学习复杂的新技能，但有些人即使到了晚年，也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原来就掌握了技能。这种情况在桥牌比赛中屡见不鲜。54. 作为一种拥有语言天赋的社会动物，人类天生就有本事啰里啰嗦，说出一大堆会给正在专心做正经事的人造成许多麻烦的废话。有些人会制造大量的废话，有些人则废话很少。55. 人，尤其是生活在发达文化中的人，天生就热爱准确的认知，以及获取准确认知过程中得到的快乐。56. 你不必非常出色，只要在很长的时间内保持比其他人聪明一点点就够了。57. 年轻人在工作中应该追求什么？1. 别兜售你自己不会购买的东西。2. 别为你不尊敬和钦佩的人工作。3. 只跟你喜欢的人共事。58. 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难题。非常棘手的难题，我认为有3点有助于应付这些困难。1. 期望别太高。2. 拥有幽默感。3. 让自己置身于朋友和家人的爱之中。59. 无论你们多么聪明，总有一些更聪明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想骗你们，你们就会上当。所以要去与你们共事的聪明人，值得你们信赖。60. 和别人共事的要求是你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说出来。光是这个规矩就能让你受益匪浅。